你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资本就是钱，钱就是财富，资本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了积累更多的财富。但是今天我们要借用姜教授的视角，狠狠地戳破这个谎言。姜教授告诉我们一个极其残忍的真相：资本的本质根本不是钱，它是一台极其精密的能量榨取机，而你和我就是里面的人肉电池。在这个宇宙中，能量最终的表现形式其实就是你的注意力和专注度。咱们打个比方，以前的地主阶级，也就是我们说的精英或者资本家，想从农民身上榨取价值，他们要的是粮食。但粮食这个东西有个缺点，你种够了自己吃的，再稍微存一点，你就不想干了，你就想躺平休息了。所以地主们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就在琢磨一件事：怎么才能让这帮老百姓不睡觉不休息，把他们一辈子的注意力、精力和能量一滴不剩的全部榨干。经过几百年的反复试验，这些精英阶层终于发明了3大终极榨取机。第一招叫做给你自由的错觉。大家想啊，以前的奴隶主是用鞭子抽着奴隶干活，但奴隶心里有气啊，干活磨洋工，动不动还想造反。后来资本家们学聪明了，他们发现比起直接奴役你，不如给你自由的错觉。他们告诉你，你是自由的，你可以自己选工作，甚至还给你搞点股权激励，告诉你好好干，公司上市了你也能分红。这就好比什么呢？以前是用鞭子抽着驴拉磨，现在是在驴的前面挂了一根永远吃不着的胡萝卜。你一听有股份有自由，瞬间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主动一天工作16小时。这套把戏资本家玩得炉火纯青。第二招是把钱变成虚无缥缈的神。刚才说了，追求粮食你很容易满足，后来大家开始追求黄金，但黄金数量有限，太难找了，只有少数人会为了找金子拼命。于是最近这100年，资本家弄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创新，他们让你相信钱就是上帝。钱这个东西太奇妙了，它既代表了一切，又什么都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完全抽象的数字，所以你的欲望就永远填不满。你可以穷尽一生去追求银行卡上不断增加的几个零。你看看像马云那样的顶级富豪，他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完，但他想要什么？他还是想要更多的钱。当钱变成了信仰，你就变成了永远停不下来的跑轮上的仓鼠。第3招也是最狠的一招，人造焦虑与财富大毁灭。要让你死心塌地、全神贯注地干活，光有胡萝卜还不行，背后还得有狼追。这匹狼叫焦虑。怎么制造焦虑？首先是给你填满债务，好比借给你100万买房，你提前享受了，但接下来这辈子都得还，而且还有永远还不完的利息。你敢停下来吗？你根本不敢。其次是制造贫富差距，让你看到底层人有多惨，下的中产阶级只能拼命往上爬。但是最让人脊背发凉的是第3点，人为的财富毁灭。大家在书本上学过，说经济危机、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是资本主义的自然规律。姜教授说，大错特错，这根本不是自然规律，这是人为制造的。大家想，如果老百姓辛辛苦苦工作，存了满满一仓库的粮食，大家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干活了？那怎么行？资本家一通盘算，走，我们去把他们的粮仓给烧了。怎么烧？就是通过发动战争，或者制造像1929年那样的大萧条经济危机，让你的财富瞬间清零。只有当你一无所有，充满生存压力时，你才会重新低下头，像老黄牛一样继续卖命拼搏。所以小伙伴们，看看现在的社会，我们处在人类历史上物质最富有的时代，但我们也是最痛苦、最焦虑、负债最重的一代。这一切都是因为这3台榨汁机在疯狂运转。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如果这帮资本家把老百姓逼得太狠，大家造反了怎么办？
这帮滑头滑得很。江教授提出了一个概念，叫跨国资本。这帮世界顶级的富豪、精英，他们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土地都没有半毛钱的忠诚度，他们只忠于一样东西，他们的资本。一旦一个地方的老百姓要被榨干了，快要爆发社会冲突了，他们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他们会把钱转移到迪拜、香港或者新加坡，去寻找避税天堂和新的投资洼地。等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为了抢剩饭，自己打得头破血流、精疲力竭之后，他们再拿着钱回来，以救世主的姿态重建社会。但这里有个大问题，这帮跨国资本家正在全世界到处乱窜，他们互相之间都不认识，怎么建立信任呢？怎么联手作案呢？答案就是秘密社会。你甚至可以说，跨国资本和秘密社会其实就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这帮统治阶级为了控制我们，必须干很多极其残忍、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人毕竟是人啊，当你大半夜去大街上随便杀个陌生人换1000万，你可能都下不去手，因为你心里有道德底线，有负罪感。那秘密社会是怎么帮这些精英洗脑，让他们干坏事不眨眼的呢？其实就是利用了极其高明的心理学。美国有个著名的米尔格伦实验，就是穿白大褂的权威人士让你去按电击按钮，哪怕听到对面被电的人惨叫，很多人还是会按下去。为什么？因为他把责任推卸给了权威。你觉得不是我要电他，是上面命令我这么干的。还有阿西从众实验，一屋子人对着一条直线。But on the third trial, something happens. Two. The subject denies the evidence of his own eyes and yields to group influence. 秘密社会就把这个2点玩到了极致。这帮精英聚在一起搞神秘的仪式，他们不拜上帝，他们拜撒旦，或者古罗马的土星之神，那个为了保住权力，连自己亲生孩子都吃的时间之神。他们通过仪式给自己洗脑。哎呀，发起这场战争的不是我的错，搞垮经济也不是我的错，这是撒旦的旨意，我是被更高维度的神灵附体了，我是为了全人类更好的未来才这么干的。通过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他们彻底剥离了自己的负罪感。不仅如此啊，秘密社会还要培养绝对忠诚的死士和间谍，他们用的手段简直让人毛骨悚然。他们深知到人性的弱点，核心配方就是创伤加性加致幻药物等于完美的奴隶。举个历史上的例子，斯巴达人怎么培养出全欧洲最不要命的无敌战士？他们把5、6岁的小孩从父母身边抢走，让大孩子毒打他们，制造深度的心理创伤。就在这个孩子最绝望、最缺乏安全感的时候，给他们配一个30岁左右的成年老兵当导师，甚至发生性关系。这个孩子在极度创伤下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死死爱上并依赖这个施虐者。以后这个长官就算让他去死，他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再比如历史上著名的阿萨辛派，就是游戏《刺客信条》的原型。他们怎么让人心甘情愿当人肉炸弹，先给你吸食大麻等致幻剂，把你弄晕，放到一个满是美女的房间里寻欢作乐，然后再把你弄醒。首领告诉你，你刚才去的就是天堂，想永远留在那儿吗？去，把那个国王给我杀了。这些刺客就成了世界上最狂热的杀人机器。当一个人经历了极其严重的创伤，他的心理防御机制会让他解离，也就是说，大脑自动把那段恐怖的记忆清除了。他甚至不知道谁才是真正控制自己的主人，就像一个被植入了代码的机器人，主人一输入密码，他就会绝对服从。这就是美国中情局后来搞的 MKUltra 精神控制计划的底层逻辑。这套把戏他们已经玩了几千年了。
了解了这些幕后黑手的手段，咱们再来看看这头名叫跨国资本的怪兽是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一步步控制全世界的。蒋教授把它的进化史分成了4个阶段：威尼斯、荷兰、英国，最后是美国。每一次变身，它都变得更加抽象，吸血能力更强。第一个阶段，威尼斯的寄生虫。罗马帝国崩溃后，一帮贵族逃到了被沼泽包围的威尼斯。这地方穷乡僻壤，没人想来打它，但它靠海，于是他们就搞海盗做贸易。威尼斯人极其狡猾，他们就像寄生虫一样，依附在拜占庭帝国、伊斯兰帝国甚至蒙古帝国身上吸血。大家都知道马可波罗游记吧？你以为马可波罗真的是个傻白甜旅行家？人家其实是威尼斯商人派出去建立全球贸易情报网的超级间谍。第2个阶段就是荷兰与被篡改的上帝。威尼斯没落后，资本转移到了荷兰。这一步跨越极其关键，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件最强大的精神武器——新教改革。以前天主教告诉你，想上天堂给教会交钱就行，但新教里的加尔文教派搞出了一个极其毒辣的理论，叫做双重预定论。意思就是上帝在创世之初就已经决定了谁上天堂谁下地狱，你做什么都没用。老百姓一听慌了，那我怎么知道上帝是不是选了我？教会就会忽悠说，看你的能量啊，如果你拼命工作赚了非常多的钱，这就说明上帝偏爱你，而且还有个苛刻的条件，你赚了钱绝对不能乱花，不能去吃喝嫖赌，你得存起来投资出去。这就好比你给老板打黑工，赚的钱还得全买老板公司的理财产品。荷兰的商人寡头们简直高兴疯了，大家拼了命的干活，把钱全存进银行。荷兰硬生生成了当时欧洲最富裕的国家，还搞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自己有军队有货币，简直就是一个国中之国。第3个阶段就是英国与无限透支的信用卡。荷兰虽然有钱，但地处欧洲大陆，容易被挨打。为了保住财富，这帮资本家在1688年搞了个光荣革命，把荷兰的贵族威廉直接请到英国去当国王，顺便把资本也转移了过去。在英国，他们完成了资本的第3次大变身。1694年成立了英格兰银行 Bank of England。 大家注意，这是一家私人银行，但它竟然有英国议会做担保。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帮私人资本家可以肆无忌惮地透支整个国家未来的钱。拿破仑打仗多厉害，打赢了英国6次，但英国根本不在乎，因为英国可以靠着英格兰银行这头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吸血的金融怪兽，无限的印钱、借钱，找别人替他打仗，硬生生用钱把拿破仑给砸死了。后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又把魔爪伸向了印度和中国。他们怎么掠夺？靠枪炮吗？太慢了。他们用了一种至今仍在使用的毒招，收买当地精英。英国人跟印度和清朝的达官贵人说，帮我卖鸦片，帮我掠夺你们自己人的财富，分你一份。你可以把这笔黑钱存到我们在海外的安全银行里。就这样，印度几千年的财富被抽干了，中国也被鸦片打开了国门。这种洗钱加买办的套路，英国资本至今还在全世界的避税天堂里玩得飞起。第4个阶段，也就是终极形态，美国以金钱之神，英国人搜刮了全世界的财产，最后投向了哪里？美国。到了美国这个阶段，启蒙运动把上帝彻底边缘化了，金钱正式成为了美国的新宗教。在历史书上，我们读到的都是什么美国梦，说卡内基是个穷小子，靠努力成了钢铁大王，洛克菲勒6个星期内收购了所有对手，垄断了石油帝国。江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全是胡扯。大家用脑子想想，一个穷小子哪里来那么多钱，瞬间垄断全国资产？真相是，当时的美国人非常痛恨英国人，毕竟刚打完独立战争，英国资本没法直接出面，于是他们就拿着从印度和中国抢来的巨款，在幕后疯狂砸钱，把卡内基、洛克菲勒这些人推到台前当白手套，当代理人。你以为现在变了吗？
根本没变。我们今天熟知的比尔·盖茨、扎克伯格，你真以为他们是靠在大学宿舍里敲键盘改变世界的？互联网搜索引擎全是美国军方开发的技术。秘密社会和美国军方为了更好地监控全世界，他们需要有人把这些技术包装成商业产品推销给老百姓。如果五角大楼发给你一个软件说免费用，你肯定觉得有诈。但如果是一个哈佛辍学的极客小伙子微笑着说来用免费的 Facebook 交友吧，大家都乐呵呵地把自己的隐私全交了出去。在1913年，这帮幕后老板成立了美联储。注意，美联储是个私营机构，他们不仅垄断了印钞权，美国政府缺钱了还得找他们借，还得付利息。到了1971年，尼克松总统更是耍无赖，直接让美元跟黄金脱钩，把美元和石油强制绑定，这就是现在的石油美元体系。从此，全世界人民辛辛苦苦在工厂里流血流汗换出来的，只是一堆美国人随时可以无限印出来的绿色废纸。美国从建国那一刻起，就是被共济会这个秘密社会牢牢掌控的。你不信，你拿出来美元纸币上看看，上面印着什么？就是那个金字塔和权势之眼。你去看看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街道布局，标准的五角星和共济会符号直指白宫。他们甚至连演示都懒得演示了，直接把印章盖在了这个国家的脑门上。小伙伴们，也许你在很多神秘学频道已经听到过这个理论了，但是能和当代政治、经济、历史结合的这么紧密且有理有据的，是不是第一次认识到？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努力工作，要赚钱，要实现阶级跃升，但在这些跨国资本精英的眼里，我们只不过是一块可以随时替换的蓄电池。江教授在视频的最后给我们敲醒了震耳欲聋的警钟。当一个社会像今天这样积累了大量财富，老百姓开始觉得日子过得还不错，想要放松一下，享受生活的时候，就是这帮吸血鬼最恐慌的时候。因为你一旦吃饱穿暖不焦虑了，这台能量榨取机就转不动了。所以接下来他们会干什么？我们对历史太熟悉了，他们一定会人为的出手摧毁现有的经济秩序，就像当年制造1929年大萧条那样，甚至不惜挑起第3次世界大战。他们必须要用死亡、毁灭和破产把你的财富清零，让你重新陷入无尽的焦虑和恐惧之中，逼着你重新回到那个永无止境的循环里，努力为他们卖命打工。万恶的资本从来不是剥削你的剩余价值，它真正要吞噬的是你生而为人的全部精力和灵魂。今天这个思路很沉重，但这也是我们认清世界真相的第一步。只有看穿了他们的底牌，我们才能在这个被人为操纵的黑客帝国里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虚幻的物欲裹挟，找回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控制权。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让你脑洞大开、豁然开朗，请一定要把这段视频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点个赞，留个言，告诉我你的看法。下期节目 Jenny继续带大家揭开历史迷雾，看清这个世界的真面目。我们下期见。